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这次我要介绍的书名叫做《HSP 上班族》。这本书看起来像是一本商业书籍，但实际上作者是通过一个故事，在书中讲述了一个敏感且带有创伤的、不擅长交流、工作和人际关系都不顺利的销售员，通过与朋友和资深同事的接触，逐渐改变人生的成长故事。读者可能会在其中找到共鸣，特别是那些常常努力却经常失败的人。首先，让我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故事情节，然后我将为您分享我觉得很有启发的2个部分。故事梗概：主人公铃木打野，30岁，是一家网络制作公司的销售员，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8年。尽管他自认为非常努力，但他的业绩却总是排在公司40名员工的倒数30到40位之间。在过去，他曾和朋友热衷于街舞，并在比赛中取得过很好的成绩，但在一次朋友的事故后，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辞职。在公司里，他总是被上司训斥，社交活动和酒局这些他都不擅长。第2个角色是青木，他是主人公打野的大学时代的朋友，目前经营着一家护理机构。事实上，青木在高中时曾在街舞比赛中遭遇交通事故，失去了右腿。那时的主人公打野也常去看望青木，但很多时候他都无法找到合适的词语去安慰，只能说没事的，加油。青木始终无法从失去右腿的打击中恢复过来，对这种表面的关心也不予理会。之后，青木辍学了，去了康复中心，搬走了，从此2人疏远了。而打野则在这个时候，对自己轻率地说出没事的，加油的话感到后悔，过着自责和懊悔的日子。接下来，让我为您分享我认为对我的启发很大的2个片段。自从那时起，打野变得害怕用言语表达自己。故事情节从青木20多年来第一次联系打野开始。重新见到青木，打野发现他的性格并没有改变。他现在经营着一家护理机构，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他有孩子，并且从1年前开始，他一直在为参加世界舞蹈比赛而努力练习，甚至使用义肢跳舞。但在这些场景中，青木因为使用义肢而无法像过去一样跳舞，但他从未想过放弃。这种自信和坚持令人感动。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同一家公司工作的营业员山田。尽管山田平时是个有点内向的人，但在客户面前总是能够流畅的交谈，善于与客户沟通。山田向达也提供了营业技巧的指导，虽然一开始并不容易，但他坚持不懈地鼓励着打野。主人公打野也在慢慢成长。这本书的故事围绕着这3个人展开。第2个故事是关于倾斜的生命体，这是青木谈到他之所以经营护理机构的原因时所说的话。人是一种奉献的生命体。青木在高中时遭遇事故，进入了康复中心，而旁边就有一家护理机构。青木本来就喜欢老人，于是经常去那里玩。在那里，他遇到了一个行动不便的老爷爷。这位老爷爷常说：“我想早点知道情况，不想再给家人添麻烦了。”青木因为失去了一条右腿，刚开始担心自己可能会给别人带来麻烦。然而，与老爷爷交流的过程中，他逐渐意识到，即使自己行动不便，也可以为他人提供帮助。于是，他开始和老爷爷一起做各种事情，做甜点、学习电脑等。即使腿脚不便，他依然能够帮助别人。渐渐的，老爷爷也变得更健康、更加开朗了。从那时起，他就不再说想死之类的话了。这成为青木开始学习护理的契机。我认为这一切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：人是一种渴望奉献的生命体。你怎么认为呢？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小时候，就会更容易理解。你是否曾经想要帮妈妈或爸爸做家务呢？比如想要试着做饭、帮忙倒垃圾等等。那时候，我们只是单纯的想要看到父母开心，想要看到他们微笑而已。孩子们都有想要帮忙的想法，这是自然而然的。但是从何时开始，我们就不再有这样的愿望呢？比如，当我们成为社会人时，最初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进入公司的呢？我想，除了一些不确定，
我们也有一种想要尽力工作，要取得好的成果的心情。实际上，我们也会受到前辈的期待，他们期待我们能够胜任工作，成为公司的一员。但是，事实上，我们很快就会发现，想要立刻取得成果是不太可能的。我们可能会经常被前辈或上司责备，因为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人们在面对困难时，可能会逐渐丧失对自己内心感受的认知，甚至可能会不再考虑让别人感到开心。我认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害怕去奉献自己，可能是因为害怕被期待，亦或是因为对他人的期待感到厌倦。我建议这些人可以思考一下，为什么会害怕奉献，或者为什么会讨厌被期待。也许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所改变。第3个故事是关于从羞耻变成酷的话题。他重新挑战了曾经放弃的 break dance， 并且决心参加世界比赛。我认为他这种坚定的态度很酷，即使在被年轻人围观的情况下，也在练习 break dance。在这一情节中，青木的孩子优木表达了自己的想法。他说，对于一个带一只的大人在街头跳舞摔倒，会被周围的人盯着看，会觉得很尴尬。但是青木却这样对孩子说，优木，虽然你会觉得不好意思，但我不觉得尴尬。爸爸如果在这里放弃的话，才更尴尬呢。我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做到很完美、很酷。那么现在我可以通过努力变得更酷，那样的话，尴尬就会变得很酷了。你认为呢？当时优木并没有完全理解爸爸的想法，但在书的最后，当他看到爸爸在舞蹈预选赛中奋力挑战时，才真正明白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。这个场景让我很感动。自从有了孩子后，我发现自己更多的关注这些孩子的故事。我们成年人是否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逐渐不再去做尴尬的事情呢？如果失败了，被人嘲笑了，会怎么办呢？我想，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担忧吧。但是，失败和尴尬也教会我们，只要不放弃努力，只要有自己的信念，即使是尴尬的事情也可以变得很酷。简而言之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人是一种渴望奉献的生命体，而尴尬也可以变得很酷。你觉得呢？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。另外补充一下，因为人们往往在人际关系中都受到过伤害，似乎越来越多的人从一开始就低估自己。此外，由于过去的创伤，一些人认为自己不擅长表达情感，因此害怕与人交往。沟通的方式很重要。然而，即使学会了如何表达，也有很多人达不到预期的结果。这是因为，为了实现期望的结果，沟通不仅取决于传达方式，还取决于了解自己和理解对方的话语。你一定会意识到，我要传达什么比我要如何处理对方的言辞更重要，从而找到人生的快乐以及为别人做贡献的喜悦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